赏月自是山上最好。园子的山顶上倒是有一座场厅，因在山脊上建的，所以叫做凸壁山庄，最是赏月的好去处。到时候让人备下竹椅，抬着老祖宗上去，又省力又好。何用人抬？不过百十不远，只当疏散筋骨好了。你和真哥这2日打算如何过节呀？我们有孝在身，过不得节，陪老祖宗一处乐乐就是。既如此，今儿就先回去，与真哥、蓉儿聚聚，明日再来这边过15。到起京的时候，尤氏方告辞出来，回到宁府门口，便见两边狮子下放着4、5辆大车，便知系来赴赌之人所乘。这定是那些吃酒赌博的人乘坐的。你看看，这坐车的人都这样了，不知还有多少人骑马来呢。咱们看不见，谁知他娘老子挣了多少钱与他们这么开心？原来贾珍静因居丧，每不得游玩旷荡，又不得观幽闻乐作浅，无聊之极，见次工人斗夜制闪，放头开局，夜赌起来。家下人借此各有些敬意，巴不得如此，所以竟成了事，外人皆不知一字。是爷们们在玩呢。你们都在外面等着，别惊动爷们。是。来了啊！摇起来！我有点惊了。老总，老总，你这棒儿！各位，酒菜也备好，咱们吃过了再来。好，我正想吃酒呢，吃完再来称赞。老舅，近日邢夫人之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，故也在其中。又有薛蟠头一个灌喜送钱与人，见此岂不快？来，老舅，您请坐。盘弟，中了。坐。哎呀，老舅啊，输点银子，汗都下来了。斟酒，斟酒。哎呀，老舅多喝一点。你们2个人各喝一杯如何？啊，别喝了，我们才喝呢。来，喝！老舅，哎呀，快去，陪陪你舅老爷啊！总围着我做什么？敬酒！来，舅太爷，喝酒。去！你们这起兔子就是这样专服上水，啊！天天在一处，谁的恩你们不想沾呢？啊，不就是今儿我输了几两银子吗？就3、6、9等了？啊？难道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求到我们的时候了？很是，果然他们风俗不好。哎，还不快去敬酒赔罪去？去！舅太爷，我们这行啊，师傅教的，不论远近薄厚，就看一时有钱没钱。有钱呀，我们就亲近；便是活佛神仙，一时没了钱势，我们也不理他。况且我们这又年轻，又居这个行次，舅太爷，您多体恤体恤我们，就过去了。是。哎，舅爷，哎呀，这孩子倒是实情话。大舅是酒惯这个怜香惜玉的。哎，今天怎么反倒这样起来了？来，若是不喝了这杯酒，他们就起不来了。来。若不是众人说，我再不理。舅老爷，今儿高兴啊，咱们喝酒。来，
酒。哎呀！来，敬酒，敬酒，敬酒！怨不得他们视钱如命啊！多少仕宦大家出身的，一提钱是二字，连亲骨肉都不认。哟，哎，郝先生，今儿早晨我和你那边的令伯母赌气，你可知道否？啊！来，喝酒了！喝酒！你听见了？这是贝尔大太太的兄弟，抱怨他呢。都是钱，这件混账东西，厉害呀！老舅啊，你也太散漫些。若只管花去，有多少人给老舅花的啊？老先生，你不知我行家底里呀。我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我尚小，事不知啊。他姊妹3个人，只有你令伯母年长出阁，一分家私都由他把持带来。二家姐如今虽也出阁，可他家也甚艰巨啊。三家姐尚在家里，一应用度都由这里王善保家的掌管。我便来要钱，也非要的是你贾府的。我邢家看来他亲兄弟都这样说的，就怪不得这些人了。无奈竟不得到手，所以有冤无处诉啊！呸！老舅，不是我说啊，你那个姐姐她太无情了啊！我要是你，定不如此随了她心愿。安迪，话远了，哎呀，太沉重了。呸！这些没廉耻的小爱豆，刚丢了脑袋骨子，就胡起骄傲。我去请。谁呀？谁在外面？来。出去看看。来，老舅，来，老舅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你慌什么？你看见什么了？我怎么听见墙外有人在哭？胡说！这四下皆无下人的房子，况且隔壁又是祠堂，怎么会有人呢？就是。出来，有什么好哭的？行了，别哭了，走，跟我出去看看去啊！不是真的有鬼！哎，不对，来吃这话。哎，你这吓人的，这。次日乃是15日，贾母便说：“赏月在山上最好。”于是，在山脊上凸壁山庄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，又用一架大围屏隔作2间。
形式都是圆的，特取团圆之意。啊，这就很好。当日倒还不觉人少，今日看来还是咱们的人也甚少，算不得什么。今日就这样啊，太少了。但要再叫几个来，他们都是有父母的，家里去应景儿不好来的。如今叫女孩们坐到这边来吧。老太太请3位姑娘们过去呢。你们姐妹就到那边去陪老祖宗坐吧，都是自家人，不碍事的。请随我来。给老太太请安。3位妹妹，请这里坐。3妹妹、4妹妹这边坐。快坐。老太太，咱们今儿个击鼓传花，你让人在围屏后面击鼓，是，不许偷看。若花到谁手中，饮酒一杯，罚说笑话一个，谁都不许赖。好，老祖宗说了啊，儿子们纵然不能够，也得让老祖宗尽兴。开始吧。说个笑话，不好，可要罚的。若说的不让我们笑，还要罚。好，那只得一个，说来不孝，那也只好认罚了。一个人最怕老婆。天是那日是8月15，到街上去买东西，便碰见了几个朋友，死拉活拉的到家里吃酒，不想吃醉了，便在朋友家里睡着了，到第2日才醒。待遇见贾府中许多人赏月，贾母犹叹人少，不似当年热闹。又提宝钗姊妹家去，母女弟兄自去赏月等语。不觉对景感怀，自去抚兰垂泪。就舔舔我的脚。这个男人啊，就去舔了。哎呀，真是恶心的要吐。倒是第一次听老爷说笑话。你是个明白人，何必做此形象自苦？我也和你一样，我就不似你这样心窄。何况你又多病，还不自己保养，可恨宝姐姐。姐妹天天说亲道热，早已说今年中秋要大家一处赏月，必要起社，大家联聚。到今日便弃了咱们，自己赏月去了。猛不防，只听那碧香桂花树下，呜呜咽咽，悠悠扬扬，吹出笛声来。趁着这明月清风，天空地静，真令人烦心顿解，万虑齐除，都肃然微坐，默默相赏。宝玉因晴雯病势甚重，诸务无心。探春又因近日家事着恼，无暇游玩。迎春、惜春二人也因抄检大观园自己的丫头
被查处纰漏而沮丧。因此，虽是团圆之夜，众人心事重重，也只能是打醒精神，陪贾母赏月而已。妙啊！这还不大好，许得紧了，曲谱越慢的吹来越好。去斟一大杯热酒，并这个月饼一起送给扑敌之人，慢慢的吃了，再细细的吹一套来。是，太是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他们不做，咱们2个竟联起聚来，明日休他们一休。可是这这么嘈杂，有何诗性啊？这山上赏月虽好，终不及近水赏月更妙。你知道，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，山凹里进水一个所在，就是凹金馆。如今咱们就往凹金馆去看看如何？我不会说笑话，求老祖宗再献别的罢了。既然这样，就献一个秋字，即景做一首诗。若好就赏你，若不好，明日仔细。好好的行令，如何又要作诗啊？那行的，他能。就这样，就做吧。去取纸笔来。是。只是不能用那些冰雨晶莹、采光明素等样的堆砌字眼，要另出己见，试试你这几年的情思。可真热闹！哎，这里滑，小心点儿。林姐姐，你慢点儿。哎，这里来，这里来。嘘，你听。怎的这会子坐上船吃酒倒好，这要是我家里这样，我就立刻坐船了。古人常说得好，士若求全，何所乐？就如咱们2个，虽父母不在，然却也忝在富贵之乡，只你我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儿罢了。不但你我不能称心，就连老太太、太太，以至于宝玉、探丫头等人，无论是大是小，有理无理，岂不能各随其心者，同一理也？何况你我旅居科技之人在。好，我也来说个笑话。一家子，一个儿子最孝顺，偏生了母亲病了，哎呀，各处求医不得，便请了一个针灸的婆子来。这婆子她原不知脉理，只说是心火，如今呢用针灸之法啊，针灸就好了。这儿子慌了，便问：“哎，这心见铁就死啊？
这如何真得？婆子道，不用真心，只针肋条就是了。儿子道，这个肋条离心甚远，那如何就好呢？婆子道，哎呀，不妨事儿。你不知道天下父母心偏的多了。看来我也得这个婆子针一针就好了。哎呀，儿子只是混说一通啊，也就是为了让大家笑一笑嘛啊。别无所指。母亲如嫌不好，儿子可以再说一个嘛。一个笑话有什么打紧？接着玩吧，击鼓吧。那我也学着宝哥哥写首诗吧。好，好。休说这些闲话，咱们且联诗。我们都爱五言，就五言排律吧。谢和玉，那咱们就数这栏杆上的石柱吧，从这头到那头为止，数到第几根就用第几韵。若是16根的话呢，便是一先起。这可新鲜。这倒别致，咱们数一下。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偏又是13元了，这韵少，做排律只怕牵强不能押韵呢。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罢了。这倒要试试咱们谁强谁弱了，只是没有纸笔记呀。不妨明儿再写，只怕这点聪明还有。那我先起一句现成的俗语吧。似我中秋夕，清月凝韶月，洒天在一对残，侧地观仙门，几处空飞钻。可见是兄弟了。发言吐气，均属邪派。只是将来呢，都不由规矩准绳，一气儿的下流货。要在古人之中啊，还有二男啊，你们二人也可称二男了。只是你们俩的男子啊，却是为难以教训之男子讲才好。哥哥公然就以温飞卿自居，如今呢，弟兄又以朝堂在世，这个诗，据我看，甚是有骨气。想来咱们这样人家，远不比那起寒酸，定要雪窗萤火，一日蟾宫摘桂，方得扬眉吐气。咱们的子弟都原该多读些书，不过呢，比别人略聪明一些，可以做的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呐。何必多费了功夫，反弄成书呆子来？所以，我爱他这个事，应该赏啊，应该赏。去，把我前儿得来的那个翡翠扇坠取来。是。好啊，以后就这么做去，方是咱们的口气呀！啊，将来这世系的前程，定跑不了你来吸呢。是，他不过是胡诌如此，哪能谈得论后事呢？好啊！多谢大夫，多谢大夫，多谢。
老太太，天凉了，加件衣服吧。你们去吧，自然外头还有相公们候着，也不可轻忽了他们。况且二更多了，你们散了吧，再让我和姑娘们多乐一回，好歇着了。母亲和姑娘们再玩一会儿便回去吧。到底是秋天呐，夜风里带着寒意呢。你也早点歇息。快走吧，又来多事。是。把那围屏撤了吧，请太太们和姑娘们出来坐吧。是。银蝉气吞痛，若君临兔岛。人向广寒奔，饭斗邀牛女。秤叉带弟孙。你看，那好像有个人往黑影里去了。别怕，可是又见鬼了！我是不怕鬼的。你等我打他一下。原来是他，猛然想不到，反吓了我一跳。这个贺真有趣，倒助了我了。寒塘渡鹤影。寒塘渡鹤影，这个叫我对什么才好呢？影字只有一个魂字可对，况且寒塘渡鹤是何等自然，何等现成，何等有景且又新鲜，我竟要搁笔了。寒塘渡鹤影，寒塘渡鹤。我也有了，你听听。冷月葬花魂。果然好极了，非死不能对。好诗，好诗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到了这里，吓了我们一跳。不必再往下连，若只这样下去，反不显前两句了，倒觉得堆砌牵强。我听见你们大家赏月又吹得好笛，我也出来玩耍着清池皓月，顺脚走到这里，忽听见你们两个连诗，更觉得清雅异常，故此听住了。只是太过于颓败凄楚，此一关人之气数而有，所以我出来止住。你们也不怕冷啊？不怕。快同我来，到我那里吃杯茶去。也好，把刚才的句子韵写出来。走吧。太太，刚才大老爷出去被石头绊了一下，崴了脚。啊？说什么事呢？方才大老爷出去被石头绊了一下，崴了脚。哦，请太医了没有？快去看看，伤得如何？你也快去看看吧。哎，不必回来了。是。真哥儿媳妇儿也趁着便就家去吧。我也就睡了。我今日不回去了，定要陪老太太吃一夜。使不得，你们小夫妻家今夜不要团圆团圆，如何为我耽搁了？老祖宗，说的我们也太不堪了。我们虽然年轻，可已经是10来年的夫妻，也奔40的人了。况且孝服未满，陪老太太玩夜还罢了，
岂有自去团圆的理呀？这话倒是，我也忘了孝未满。可怜你公公已是2年多了，该罚我一大杯。既这样，你就月信儿别送，陪着我罢了。是。夜深了，恐露水下来，风吹了头，坐坐也该歇了。天今儿高兴，你又来催我，难道我醉了不成？天到天亮，再给我斟酒来。鼻子怎么停了？去把那温酒斟一大碗，并1个月饼给那吹笛的人送去。我们都想不到这些，须得老太太带领着，我们才能开些心胸。是啊。只听桂花阴里又发出一缕笛音来，果真比仙音越发凄凉。大家都寂然而坐，夜静月明，且笛声悲怨。家母年老带酒之人，听此声音，不免有触于心，禁不住坠下泪来。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。半日，方知贾母伤感，才忙转身陪笑，发语解释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了，就额外喜欢，感伤了。老太太心地慈善，菩萨心肠。佛家说，这便是悲悯了。如今笛子也听够了，要不然我学一个笑话，说给老太太解解闷儿。这样更好，快说来我听。这一家呀有4个儿子，这大儿子啊只1只眼睛，二儿子呢只有1个耳朵。这3儿子呀，只有1个鼻眼儿，这4儿子倒齐全，可偏又是个哑巴。你们只管说，我听着呢。太太，老太太，已经4更了，风路也大，还是安歇吧。明日再赏16，也不辜负这月色。哪里就4更了？时已4更，她们姐妹们熬不过，都去睡了。也罢，你们也熬不惯。况且，弱的弱，病的病，去了倒省心。只是3丫头可怜见的，上还等着。你也去吧，我们散了。是。我们散了。
话说王夫人见中秋已过，遂唤周瑞家的来问前日园中搜检的事情可得个下落。周瑞家的是已和凤姐等人商议停妥，一字不已，遂回明王夫人。回太太，那日除了薛姑娘处，其余的都抄了地方。二姑娘那的私棋果然不干净，与她表弟在园中私会。什么？那夜二奶奶做主，让人将私棋看守了起来。那私棋就是那王善保家的外孙女。还有呢？还有四姑娘那儿的入画，替她哥哥存了些甄大爷赏的东西。四姑娘不肯再留，让甄大奶奶带出去，却还没做处置。其他几处呢？余下的没什么差错。宝玉那儿呢？宝玉那儿，也倒没查出什么来，就是晴雯仗着二爷的宠，有些太……果然是他。这入画倒好说，既然他奶奶带出去了，咱们也不用操心。倒是思琪，原是他们那边的人，少不得你让人先回了那边太太再处置吧。前日那边太太趁着王善保家的多事，打了几个嘴巴子，如今他却装病在家，不肯出头了。况且又是他的外孙女儿，打了自己的嘴，他只有装作忘了，等日后平复了再说。如今我们过去回时，恐怕又多心，好像咱们多事儿似的。不如把思琪直接带过去，一并与臧正与那边太太瞧了。不过打一顿配个人，再指个丫头来，岂不省事儿？如今白告诉去，那边太太在推三阻四的，又说了，既然这样，你太太就应该料理，又过来说什么？这岂不反倒给耽搁了？倘若那丫头再抽空寻个死，反不好了。如今看了已经2、3天了，人都有偷懒的时候，倘若一时不到，岂不倒弄出事儿来？这倒也是啊，快去办了这一件，再办咱们家的这些妖精。哎，太太们说了，思琪大了，连日他娘来求太太，太太已赏了他娘配人，今日就让他出去，另挑个好的玉姑娘使。迎春听了，含泪似有不舍之意。因前夜已闻得别的丫鬟悄悄地说了缘故，虽数年之情难舍，但事关风化，已无可如何了。姑娘，姑娘好狠心，哄了我这2日，如今怎么连一句话也没有？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大不是，我还十分抒情留下，岂不连我也完了？你瞧如画也是几年的人了，怎么说去也去了，自然不是你2个，像这园里凡大的都要去呢。依我说，将来终有一散，不如你个人去吧。哎，到底是姑娘明白，明儿啊还有打发的人呢，你放心吧。我如今也不敢求姑娘什么，这些年的情分，到今日也就算了了。
姑娘今后自己保重吧。快扶她起来吧。走吧，走啊！姑娘，好歹哪天我要受罪，替我说个情，就是主仆一场。放心，把他到院里候着。姑娘，来，起来，姑娘，走吧。姑娘，你替我求求情。姑娘，哎呀，走吧。妈妈们请等等，妈妈们请等等，我们姑娘还有吩咐。这是姑娘给你的，主仆一场，如今一旦分离，留个想念吧。快走吧，都还有事儿呢，谁有空听你们这么哭天抢地的？山哥大娘们，你们好歹留心个情，让我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辞呀。也就是我们这几年好了，你快走吧，求也没用，快走吧，走吧。别拉扯扯的，走，谁是你一个包里爬出来的？周姐姐，你要带思琪去哪儿啊？二爷，他们坐不得住，你好歹帮我求求他们。二爷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你要帮我出去吧啊！快走吧，二爷，快走！二爷，求求你，二爷。你们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，染上男人的气味，可这样混账起来，比男人更可杀了。这样说，咱女儿个个是好的了，女人个个是坏的？不错，就是的。二爷，太太亲自来园里，在那里查人呢。吩咐快叫怡红院的庆文姑娘的哥嫂来，把她妹妹领回去。晴雯。